都说沈大革领是世人不敢接近的白无常，说你杀人不眨眼，你既然这么不想娶我，那我还偏要嫁试试看。挺好的。你来。其贤德淑女之才，冠绝相安。我们的案件有非常的多，然后是一开始在整理剧本的时候会要求自己，就是要把每一个案件都记清楚，就以防那个到时候演起来的时候会忘记。然后因为有很多角色名嘛，所以就是也是前期对剧本就是这些整理的时候需要要求自己要严格一点。之前丁哥也跟我说过，说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工作台，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那个工作台上不可以吃东西，也不可以玩别的，只能就是认真工作。所以我非常佩服他这一点，很厉害，真的。天哪，这种小秘密也只有你记得。那因为我就是经常剧本写一写，我就觉得脑子不够用了，我就要吃点东西啊什么的。所以他说能对自己做到这种要求，真的很佩服。因为他在剧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活泼俏皮，且他有非常多的灵活思维，所以他的有些分析的大段词被要求说是又溜又要顺，但是因为他词量很大，所以他每天回去之后卸妆前先背一遍，卸完妆再背一遍，睡前再背一遍，第二天起来刷牙的时候再想脑子里的那个词对不对，然后想清楚了说很安心来到现场，然后他每天就在那边，包括我们平时休息的时候在那边滚词，然后一个人在旁边，然后在旁边看着他，我说哎呀真不错。更沉稳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在这个角色上表演能力和表演习惯的改变。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是慢慢的进展，然后沈度也是在潜移默化的时候被严信有一些影响和改变吧。严信的感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她很聪明，然后智商很高，但可能情商就是会比较迟钝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也是慢慢的到后面就大家觉得会有一些没有同频的时候，是的，但逐渐我们还是慢慢走向同频的一个。觉得严信肯定是脑力值不是排在沈度前面，就是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吧，就可能脑力值是还蛮靠前的。然后武力值的话，好像武力值我觉得他很厉害，沈度很厉害。我觉得是严信比较厉害，像妹妹是重庆的，南方，这没怎么见过雪。我也是上海南方，只是很难得在横店见到这么厚的雪，而且其实是刚开始没多久，所以咱们两个作为两个南方小孩，突然在横店见到这么厚，我第一次见识到屋檐上有如同白棉被一样厚的雪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说还挺幸运的。就是还蛮不一样的，包括而且大雪上打起来也很好玩。对，是咱们这种下不是，那天就是天然的雪，是真实的雪。醒来之后雪就已经很厚了。而且我们那天正好是在拍瀛洲，是的，所以说非常巧，就是非常符合当天拍的氛围。然后也非常幸运，说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块见到非常漂亮、非常壮观的雪。是的。沈大革领这个大毛领，我就觉得就非常符合大革领的气质，很沉稳霸气。在瀛洲比较边塞的偏冷地区嘛，我们有好看的斗篷，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彼此说，哎，我说这件好看，这个好看，我说啊，这个头饰好看，哎，我说你后面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些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因为造型老师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彼此也会不吝啬夸奖。是的。如果说到我个人的话，唯一一个挑战可能就是我在年30的前一天，家里的空调坏了，所以我到现在那个空调还是没有修好，是因为家里没人。惊喜就是因为空调坏了，所以家里挺冷的，就也不太想吃东西，瘦了。对，然后大脑也挺清醒的。我正好是重庆的嘛，然后重庆那边其实我们家里面的就没有暖气，也不开空调，所以反而是家里面会比外面冷。那横店其实跟重庆我感觉差不太多，对。然后再加上我开拍就前3天的时候吧，丁哥就送了我一个暖手宝，对，所以正好是在那会儿最冷的时候，我最需要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出现了。哇，谢谢丁哥。它可以翘二郎腿。回头等啊，对，一定要去看我的花絮哦，展示一下。以前我的就是在组里面，其实川渝那一片的就是朋友们会很多。这个组就我跟锤锤2个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家乡话。然后可能我们组还有其他就是浙江一带的演员，他们就说我们在
就是在讲自己的话也听不懂反正我也不管，我就硬加入，我说对头啊。他这个有的时候就对头摇的，说的其实挺标准的。我只会说这几句，但是我就是够用，听不听得懂，先加入，够用再说。你在重庆说的就够用了，够用。我有猫有狗，我想到你会说这个了。我没猫没狗，那我就得折一个。在横店还有作业，你没有？哇哦！我是真没有。啊！我在横店去做过按摩，我也做过。我就说我最近脑子真的不能回归自己的生活，一直得过沈都他们的生活，我得折一个。我在横店有做过饭。沈大哥里应该是没有时间做饭。做的是什么？泡面。都泡面。你等会儿，泡面我也做过。开了火也就算做饭，那这算我折一个吗？没有，就是就平是用火的泡面。对，就是开了。我家美美鸡。那我还是做了。对。你4根，我要发愤图强了。我在过年的时候有收到一把非常非常好用的梳子，且我到现在非常喜欢用。那把梳子我也有。是收到的还是自己买的？自己买的。折着。那折了，怎么开始抖了？冷，天冷，迎州呢，给大家比个耶。我可以换2根手指吗？你换啊，你这个也行，反正就是2个。我在横店经常收到有人请的水果。谁啊？我认识吗？当然是啊。但我没有收到。我先扣一根，先扣一个，咱们回头聊单聊这个事儿。我在横店有每天都穿加绒的秋衣秋裤，我知道你们是不是加绒的？我只穿了1条。哇哦，真会保暖。好了，我今天没穿。那就恭喜我的妹妹获胜。接下来小丁要接受妹妹提出的一个不如惩罚我，接受你的转账8800。哇哦，你那形字都到嘴边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较低不是，想娶回家。比如说醉酒的时候，就无意识的还会撒娇。准备射杀。对不对？真挺安爽。冬天。蜜饯，我会学会长达了。那是蜜饯。3、2、1，晚上。我喜欢白天。我知道你喜欢白天，是因为你有夜盲症，晚上看不清。但是我为什么选晚上呢？是因为在晚上我就是你的眼睛。2、1，饺子。跟沈度在戏里面有一场，我们2个人在感情最深厚的那个时期，有一起包过饺子。然后在戏里我好多次就说我要回家给他包饺子。没有包过馒头。3、2、1，拥抱。手还是拥抱？拥抱的理由。牵扯是拥抱。拥抱。拥抱。 3、2、1，感性。形容的是我们这段关系之中，感性又带有一点理性，又带有一点感性。这2个人是互补的。3、2、1，狼。因为我觉得从言信的角度来看，沈度应该蛮像一只狼的。就首先是非常有领导力，其次是比较敏锐，然后再者是我觉得狼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表示沈度非常的忠心。天哪，好有学识！突然间莫名的骄傲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妹妹的话应该是只小白兔，我觉得她很执着，很有自己的目标，对自己认定正义的事情非常坚持。虽然说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沈度狼性的家庭之中，但是最后还是好的一个结局。甜粥咸菜3、2、1，有话直说，说的有些时候还挺不礼貌的，对，都是恶评，都是恶评，别听。有些时候沈度对言信说的也的确挺冒犯的，没什么多心眼子，2个人都挺互怼的。对3、2、1，其实从一开始2个人就有一些情愫，在年少的时候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其实对言信来说，到后面是慢慢的日久生情吧。我觉得一见钟情那个箭可能是这个箭，准备射杀，对不对？3、2、1，欢喜冤家。3、2、1，较低不是说古代是不是啊？其实都有，后期2个人比较坐马车。3、2、1，剑。沈度其实，在戏里面有很多次是你以为就是要刺杀言信，但其实不是要刺杀不是，是要言信。言信也是非常机灵吧？对，能在前期就有那个默契。3、2、1，批判。3、2、1。可爱，我觉得沈度还到后期蛮有反差萌的，就是前期是一个那么高冷的一个大哥领的形象，但是后期言信就觉得大哥领很反差萌，比如说醉酒的时候就无意识的还会撒娇，听上去好像是大哥领的哥哥，挺安爽啊。没有。
是可爱吗？反正听到有人这么夸沈度，就爽了。 3、2、1，我觉得可爱漂亮。要是我的话，我还会出一些，比如说聪慧、惹人喜爱、心疼、想娶回家。沈度对于言性啊，值得包容，懂我。满分回答。 3、2、1，上辈子，晋升了，晋升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我们的今生，但是沈度和言性是我们的上辈子。